如果你现在手里握着纽西兰的房子，或者你的积蓄还全放在纽币资产里，甚至你还在犹豫要不要去澳洲看看，接下来的内容可能会让你有点不舒服，甚至会让你觉得被打脸，但相信我，听完你会感谢我，一定要看到最后。今天我不讲那些听不懂的 GDP 数字，也不跟你扯什么央行报告，我只讲钱，讲你的未来，讲我最近亲眼看到、亲身经历的残酷真相。而且如果你能坚持看到最后，我还准备了一个特别的 bonus， 一个我最近在澳洲发现的还没被大众炒起来的隐形赚钱赛道。那个机会窗口很短，我们留到最后。悄悄说，最近大家有没有一种感觉，就是累，不是那种跑完步的累，是一种心累。你走在奥克兰或者威灵顿的街头，你看住路边那些贴着 for lease 招租的店铺，你看住超市里那颗贵得离谱的花椰菜，再看看自己银行户口的余额，是不是觉得无论你怎么努力，那个数字就是不动，甚至还在缩水？我前几天翻了一下我的投资账户，那种感觉真的很像是在一段没有结果的恋爱里死撑。我们对纽西兰有感情，我们喜欢这里的风景，喜欢这里的纯净，但是各位，感情不能当饭吃啊。我最近去了一趟澳洲，那种反差真的像是被人从冷水里捞出来，直接丢进了桑拿房。我去见了一个老朋友，我们叫他大卫吧。2年前，大卫还在奥克兰北岸跟我抱怨房贷利息太高，压力大到睡不住。后来他一咬牙，把房子卖了，全家搬去了澳洲西部的珀斯。这次见面，你知道他第一句话跟我说什么吗？他开着一辆崭新的皮卡来接我，笑得跟朵花一样。他说这2年我觉得我才真正活过来了，不是因为他突然变聪明了，而是因为他站在了风口上。我们坐在那边喝咖啡，旁边那桌坐着几个穿着荧光工作服的人。大卫悄悄指着他们跟我说，别看他们穿得脏脏的，这几个人年薪可能比纽西兰很多公司的高管还要高。那一刻我心里真的很冲击，这不只是钱的问题，这是一种气场。在纽西兰，我们谈论的是如何省钱，如何过冬，哪家超市打折；而在澳洲，尤其是在资源丰富的地区，大家谈论的是哪里还有机会，下一个项目在哪，要不要换个大点的游艇。这就是我要跟你们说的第一个心理重点，环境的情绪传染。投资最怕什么？最怕你在一个情绪抑郁的市场里，还试图用长期主义来麻醉自己。纽西兰现在的情况，说的直白点，就是一个优雅的老人，动作慢，看病贵，想折腾也折腾不动。而隔壁的澳洲，就像是一个浑身肌肉的年轻壮汉，虽然脾气可能有点燥，但他手里有铲子，地下有矿，家里有粮。为什么会这样？我不想讲复杂的经济学，我们就讲个最简单的逻辑，家底。纽西兰靠什么？靠天吃饭，牛奶、羊肉、旅游，这些东西好不好？好，但是当全世界都没钱的时候，大家可以少喝点奶，少去旅游。这就是为什么纽西兰经济现在这么脆弱，因为我们卖的东西不是人家的刚需。但澳洲呢？澳洲卖的是地球的骨骼和能源的血液，铁矿石、锂矿、煤炭、天然气。你造电动车需要锂吧？你盖楼需要铁吧？你发电需要煤和气吧？这些东西是工业的命脉。我在澳洲的时候，那边的朋友跟我说了一个很有趣的现象，他说只要中国、印度这些国家还在盖房子、造车子，澳洲的运气就不会差，这就是资源爆发的力量。它不是一个简单的涨跌，它是国运的差别。说到这里，我想问问在座的各位，你有没有算过一笔账？假设你现在手里有一笔钱，50万纽币也好，100万也好，你把它放在纽西兰的房产里，扣掉高的吓人的利息，扣掉维护费，再扣掉那几乎看不见的增值，甚至还在跌，你的回报率是多少？如果你2年前哪怕只是简单的买了澳洲币和币拓、BHP 这种资源巨头的股票，或者是去布里斯本买了一套普通的公寓，你现在的情况会完全不同。这就是我今天要说的最痛的一个点，机会成本。我们很多人，包括我自己，常常陷入一种心理陷阱，叫做沈没成本谬误。因为我们住在纽西兰，因为我们熟悉这里，所以我们觉得投资这里最安全，我们害怕去一个陌生的市场，害怕澳洲的印花税，害怕汇率波动。但是最大的风险其实是守着一艘正在漏水的船，却不敢跳到旁边那艘快艇上。我记得那天晚上，我一个人走在澳洲的河边，看住对岸灯火通明，建筑工地连夜赶工，我心里就在想，我的朋友们如果还在死守住原本的思维模式，3年后、5年后，我们之间的财富差距可能就不是一辆车、一套房的距离了，而是阶级的距离。我知道听到这里，你们心里可能会有疑问，你也说的太夸张了吧？纽西兰真的没救了吗？澳洲就真的遍地黄金吗？
当然不是，澳洲也有它的坑，纽西兰也有它的底蕴。我也不是叫大家明天就卖房移民，但是投资讲究的是顺势而为。既然我们看到了这种巨大的反差，我们该怎么做？如果不移民，能不能赚到澳洲资源爆发的钱？如果留在纽西兰，我们该怎么防守？在接下来的内容里，我会更加深入地扒一扒，除了挖矿，澳洲这波红利到底还带动了什么？我会告诉你，为什么我开始关注澳洲的周边效应，以及政治局势怎么影响我们的钱袋子。而且我会分享我自己在操作上的一个转向策略，我是怎么把我的投资组合从防守型慢慢转向进攻型的。刚才我们聊了心态上的冲击，现在我要带大家看一点更现实，甚至有点残酷的东西。大家记不记得我刚才提到的那个朋友大卫？他搬去澳洲后跟我说了一件让我背脊发凉的事。他说，在纽西兰我觉得我是社会的负担，但在澳洲我觉得我是社会的引擎。这句话背后其实藏着一个巨大的投资逻辑，那就是人口与政策的双重博弈。我前段时间在奥克兰参加了一个房屋开放参观，那是一套很不错的学区房，放在3年前门槛都要被踏破了。但那天我在那里站了半小时，除了中介一脸苦笑的跟我闲聊，进来看房的只有2组人，一组是明显预算不足的年轻情侣，另一组是来捡漏砍价的投资客，开口就是在那种已经跌到底的价格上再砍10%，那种氛围是冷的。然后我转头看澳洲的情况，我在布里斯本的一个朋友那天给我发视频，他去排队看一套出租房，队伍排到了结尾。你没听错，不是买房，是租房，几十个人拿着申请表，为了抢一套房焦头烂额。这说明了什么？这说明人都在往那边跑。我们来聊聊这背后的政治逻辑，这对我们的钱包至关重要。纽西兰现在的政策我不想过多评价对错，但在投资者眼里，它充满了不确定性。今天说利息抵税要改，明天说工签要收紧，房东觉得委屈，租客觉得贵，老板觉得招不到人，员工觉得工资低，这是一个死循环。而澳洲呢？澳洲政府现在做的最狠的一件事就是抢人，他们不仅抢技术工人，还抢像我们这样有资产、有消费能力的人。他们通过庞大的基础设施建设、修路、挖矿、建新区，创造了大量的高薪岗位。这里有个很简单的赚钱公式，大家记一下，人口流入加上基础建设等于资产升值。在纽西兰，我们看到的是人口流失，年轻人、专业人士都在往澳洲跑，人走了，谁来买你的房？谁来消费你的生意？所以，当我们在谈论纽西兰经济放缓时，不要只看数据，要看你身边的人是不是在变少。说到这里，我要分享一个真实案例。我有个客户在奥克兰做小生意，辛苦了10年存了一笔钱，原本想在南区再买一套投资房收租养老，但他看住现在的租金回报率，扣掉税和物业费竟然是负现金流，他很焦虑，他问我现在是不是该离场。我告诉他，你不是要离场，你是要换场。他后来跟我去澳洲考察了一圈，发现同样的资金规模，在澳洲2线城市能买到地段更好、租金回报率更高的物件。最重要的是，那种人口增长的预期给了他一种久违的安全感。这就是我要说的第2个心理重点，避开死水的焦虑，寻找活水的动力。我知道很多人会担心，去澳洲投资是不是要交很多税，是不是汇率有风险？没错，这些都是成本，但你要想一想，如果一个市场1年涨10%，你交2%的税，你还是赚的。但如果一个市场1年跌5%，哪怕你1分钱税都不用交，你还是亏的。投资不能只看成本，要看净利润和未来的可能性。我自己现在的操作策略也非常明确。第一，我不卖纽西兰的自住房，但我停止了在纽西兰的进攻。我把原本打算在纽西兰买第2套投资房的钱全部截住了。我不会在这个时候去接一个正在下落的刀子，这叫止损思维。第二，我开始配置澳洲概念的流动资产。很多人觉得去澳洲买房太麻烦，印花税高，还要飞过去管。我也觉得麻烦，所以我走了捷径，我开始关注澳洲的银行股和资源类基金。你想想，澳洲房市火爆，谁最赚钱？放贷的银行啊。澳洲矿业爆发，谁给矿企融资？还是银行。买澳洲的4大行其实就是变相的在吃澳洲经济红利的利息，而且他们的分红通常都不错，这比你去管理一个漏水的破房子要轻松太多了。第三，也是最重要的一点，汇率对冲。这点很多投资小白容易忽略，纽币和澳币虽然是兄弟货币，但最近的走势你们也看到了，澳币明显更强势。如果你的资产全是纽币，那澳洲经济越好，你的购买力相对就越弱。所以我会特意把一部分现金转成澳币资产，
或者投资那些以澳币计价的金融产品，这叫防御性换仓。我知道听到这里，有些朋友可能会说，我也想啊，但我不敢啊，我不懂澳洲市场，万一亏了怎么办？我特别理解这种恐惧，我第一次跨国配置资产的时候，手也在抖。我觉得那个市场我不熟悉，不像在奥克兰哪条街好哪条街坏，我一清二楚。但是各位，最大的风险往往来自于你的舒适圈。我们觉得纽西兰安全是因为我们熟悉，但熟悉不代表安全。铁达尼号沈没的时候，住在头等舱的人也很熟悉那个环境。我们要做的不是盲目的跳海，而是开始学会看救生艇在哪里。现在澳洲的资源爆发就是那艘救生艇，你不需要整个人跳上去，但你至少要把一只脚伸过去。既然澳洲这么好，那是不是随便买都能赚？错，大错特错。澳洲市场现在也有巨大的泡沫，尤其是在雪梨和墨尔本的某些区域。如果你现在盲目冲进去，很可能就是去当接盘侠。好了，我们已经聊了这么多，从纽西兰的冷清到澳洲的火热，从人口的流向到政策的博弈。如果你还在听，说明你跟我一样，是不甘心看住财富被通胀和经济放缓白白吞噬的人。现在我们不回头看了，我们往前看，未来5年这场纽澳争霸会怎么演？你的钱到底该安在哪里？很多人问我，纽西兰会一直烂下去吗？我的回答是不会，它会跌到一个痛点，然后进入漫长的横盘期，这就像是一个人生了大病，需要休养生息。但我为什么建议你现在把目光转向澳洲？因为澳洲正在经历一场能源转型的红利，这就是我刚才卖的关子。大家一提到澳洲资源，就想到铁矿、煤炭，朋友们，那是旧时代的财富。未来5到10年，澳洲真正的财富密码在于2个字：绿色。澳洲政府现在疯了似的在砸钱搞绿色能源，为什么？因为他们有全世界最充足的阳光和风力，还有最重要的，生产电动车电池必不可少的锂、钴、稀土。这不是我在吹牛，我去西澳考察的时候，看到那些原本荒无人烟的地方，现在全是大规模的太阳能板和氢能试验基地。这意味着澳洲正在从一个挖煤的转型成全球的绿色能源中心。这背后带动的不只是矿场，还有庞大的基建、物流、科技研发，甚至带动了周边城镇的房地产和服务业。这就是为什么我说现在的澳洲就像是一个浑身肌肉的壮汉，因为他不仅有旧财富，还在疯狂拥抱新财富。但我还是要给你泼盆冷水，投资最忌讳的就是盲目跟风。我在澳洲这几个月看过太多冲进去送人头的投资者，如果你想投澳洲，请记住这3个绝对不能碰的坑。第一，盲目追高雪梨、墨尔本的老牌豪宅区，那些地方房价已经是天价，涨幅空间有限，且租金回报率低得可怜。除非你是为了移民自住，否则纯投资的话，那里的性价比远不如布里斯本或者珀斯的高成长区。第二，听信所谓的包租项目，很多开发商针对海外投资者推出什么保证5%回报，记住羊毛出在羊身上，那种房子通常溢价严重，你买入的那天就已经亏了。第三，单一资产配置，千万别把所有钱都换成澳币去买房。澳洲的股市，尤其是那些中型能源股和基建股，才是这波资源爆发真正的受益者。说实话，做出转向的决定是很痛苦的。我身边很多朋友到现在还在奥克兰加杠杆买房，他们觉得房价永远会涨，这种心态心理学上叫正常化偏误，就是当危机发生的时候，人会本能的认为一切都会回到原样。但这一次真的不一样了，全球的供应链在变，地缘政治在变，钱的流向也在变。我选择告诉你们这些，是因为我知道我们在大洋洲打拼都不容易，我们肩膀上都扛着养家的责任，赚钱不只是为了那个数字，是为了在未来不确定的时候，我们有选择的权利。所以与其在那里焦虑纽西兰的利率会不会降，不如主动出击去寻找更有生命力的市场。我记得在珀斯的时候，遇到一个在那里做基建项目的工程师，他告诉我，他现在每个月的加班费都够他在纽西兰一整个月的开销。这种实力悬殊的差距，让我们不得不重新审视自己的资产布局。我们聊完了未来的绿色能源赛道，现在要聊聊最敏感，但也最能决定你财富命运的东西，那就是政治博弈和汇率的底层逻辑。很多人问我说，澳洲和纽西兰的政治环境不是差不多吗？其实差得远了。纽西兰在国际政治中一直试图做一个中立的和平使者，但这在经济低迷时期反而变成了一种尴尬，因为我们两头都想讨好，却两头都得不到最核心的资源红利。反观澳洲，他们虽然在外交上经常有摩擦，但澳洲手里握着全世界都想要的资源，这让他们在谈判桌上有极强的议价能力。
大家想一想，为什么当全球通胀高企的时候，澳币总是比纽币硬气？因为澳洲卖的是必需品，是工业的命脉，这种政治上的底气直接反映在你的钱包里。我举个生活中的例子，大家去澳洲旅游的时候，有没有发现那边的基建更新速度非常快，新的隧道、新的轻轨、新的体育场，这些全都是政府拿着卖资源赚来的钱砸出来的。这些基建项目不仅创造了就业，更重要的是，他们像磁铁一样把人才从世界各地吸过去。这就是我要说的一个心理战，不要被表面的平静骗了。纽西兰的安逸其实是有代价的，那个代价就是我们资产增值的停滞。我自己在做资产配置转向的时候，第一步就是打破对汇率的恐惧。很多人守着纽币不动，是因为觉得换成澳币万一跌了怎么办？但你算过吗？如果你一直持有弱势货币，你的财富其实每天都在被隐形收割。我现在的进攻型组合，大约有40%是放在澳洲的流动性资产里，包括我提到的银行龙头和那些与锂、稀土相关的资源基金。为什么要买基金而不是直接买矿场股票？因为矿业公司风险很高，但基金能帮我分散风险。剩下的30%，我开始关注澳洲一些增长型城市的卫星城镇房产。这些地方房价只有雪梨的1/3，但租金回报率能达到5%甚至更高。这种现金流在现在高利息的环境下简直是救命稻草。我曾听一个在黄金海岸做开发的朋友说，现在大批从雪梨、墨尔本甚至奥克兰搬过去的人，不是为了度假，是为了找回那种有尊严的生活。这种生活方式的迁移，就是我们投资最稳的底层逻辑。我知道这听起来很繁琐，甚至有点冒险，但投资本来就不是坐在沙发上等钱掉下来。我记得我有一次在悉尼的码头看住那些货轮进进出出，每一艘船装载的都是澳洲的财富。那一刻我突然明白，我们不能只做观众，我们要进场。如果你现在还在犹豫，觉得自己钱不够多，或者觉得时机不对，我要告诉你，时机从来不是等来的，是你在大家都在观望的时候，你先人一步看清了规则。接下来我会把这一切总结成一个具体的行动框架，告诉你，如果你现在手头有10万、50万甚至100万，你该如何分配这笔钱。聊到这里，我们已经把这场纽澳财富转移的底层逻辑扒得前净净了。现在我要把这所有的观察变成你可以带走的行动框架。如果你现在手头有闲置的资金，不管是10万、50万还是更多，你该如何在这个乱世中护航自己的资产？首先，我们要学会修剪你的纽西兰资产。如果你手里有那种地段一般、租金回报低到连物业费都快付不起的投资房，不要再为了那点所谓的增值幻想去死撑了。适度的释放流动性，把钱挪到更有战斗力的地方。这不是逃跑，这叫战略转移。其次，我建议大家一定要配置一部分澳币资产，哪怕你现在不出门，也可以透过券商去买入我说的那种澳洲龙头银行股或者资源类的 ETF。这种操作不需要你飞去澳洲，只需要你在手机上点点手指，就能分享到澳洲资源爆发的红利。再来，就是关注我提到的绿色能源板块，这不是短线炒作，这是未来10年的国策。我认识一个在澳洲专门做土地规划的人，他跟我说，现在澳洲政府批项目的速度，只要跟绿色能源挂钩，那简直是开了绿灯。这种政策红利在哪里，钱就在哪里。我知道这段时间大家听到了很多负面消息，生活成本、利息、不稳定的局势，但我想告诉你，财富永远是在危机中重新分配的。当大家都觉得累，觉得不敢动的时候，就是你拉开差距的最好时机。我记得在这次考察的最后一天，我坐在珀斯的海岸边看落日，那一刻我心里变得很平静，因为我发现，其实焦虑的源头不是缺钱，而是对未来失去了掌控感。当你开始主动学习，开始布局，那种掌控感就回来了。好了，说了这么多，该兑现我开头说的那个 bonus 了。这份纽澳资产配置避坑与机会白皮书我已经整理好了，现在就直接公开给你们。第一个板块是3个我个人最看好的澳洲2线潜力城市。第一个是昆州的阳光海岸 Sunshine Coast， 那边的基建和人口增长简直是疯狂，非常适合中长期持有。第二个是西澳的班伯里 Bunbury， 它是珀斯的延伸，房价还在低位，但租金回报率非常惊人。第三个是南澳的萨利斯伯里 Salisbury， 那是政府重点发展的工业和就业节点。第二个板块是5只我正在关注的绿色能源与资源龙头，像是澳洲矿业老大哥 BHP 和必拓这种稳如泰山的蓝筹股，还有专注于稀土的 Lynas Rare Earths， 以及在锂矿领域非常有竞争力的 Pilbara Minerals， 这些都是未来能源转型的核心玩家。
第3个板块是最实用的税务与资金策略。很多人不知道，如果你是纽西兰税务居民，投资澳洲股票的股息 franking credits 在某些情况下是可以帮你优化税务成本的。这部分我整理了一个简单的操作流程，在白皮书里教你如何合法合规的让两边的政策帮你省钱。除此之外，我手头其实还有一个进阶隐藏方案，是关于如何利用小额资金杠杆进入澳洲那些被大机构垄断的商业地产蓝海的具体路径。这个方案比较大胆，也比较硬核，如果你们对这个感兴趣，只要这支影片的留言人数超过500人，或者大家刷一波想看进阶方案，我就会专门再录一集，把这套压箱底的策略毫无保留的公开给大家。最后，我也要由衷的提醒大家，今天我分享的所有内容纯粹是我个人的经历与观察，属于投资心得分享，不构成任何专业的投资建议。市场有风险，投资需谨慎，大家一定要根据自己的财务状况和风险承受能力来做最后的评估，毕竟每一分钱都是大家辛苦赚来的血汗钱。我想问问荧幕前的你，如果你现在有机会重新选择一次，你会选择留在熟悉的岸边，还是跟我一起滑向那片充满机会的新海域？欢迎在评论区大声告诉我你的想法，你的每一条留言我都会认真看。如果你觉得今天的分享让你有一点点启发，请一定要帮我点个赞，把这支影片分享给你身边那些同样在为未来焦虑的朋友。最重要的，别忘了点击关注并开启小铃铛，这样你才不会错过我后续那集可能出现的进阶方案。财富不是等来的，是你看准趋势后勇敢迈出的那一步。我是你的财富伙伴，我们在财富增长的路上一起同行。这里是赚钱角度，我们下期视频见，拜拜。